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接下来你们的事业发展上面会有什么对你们有利的这个信息，或者说有怎样的变化对你们是有利的。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在我们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正义牌啊，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事业发展上面有一个对你们有利的事情，就是会有一个人给你们出头的感觉啊。或者说有一个人能够替你们争取回你们应得的那部分利益，这个人他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而且他有能力去帮助你们争取到一些本来属于你们的机会和资源啊。所以说这个人 Justice 啊，他应该是近期能够帮助到你们的一个贵人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啊，能够为你们主持公道的感觉啊。可能你们在事业上面受了一些委屈，他能够帮助你们去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第二张牌是月亮牌啊，月亮牌我觉得你们近期是在暗中的做着一些准备，默默的酝酿着什么，你们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悄悄的努力啊。而且结合这张 Justice 正义牌的话呢，近期有一个人在事业上面是在你们的背后给你们撑腰的，那么结合这个月亮的话，你们接下来的这个事业可能会有一个小的爆发。而且第三张牌 Swords 啊，宝剑侍卫的话呢，我觉得这前3张牌的工作运势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你们近期会拿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或者说得到某种奖励。宝剑侍卫我觉得是某件事情在你们负责和主导之下得到了一个圆满的收尾。而且呢，宝剑侍卫的话，它代表的是某种决策和判断，事后会证明你们是对的。那么这张逆位的宝剑9啊，它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是接下来你们可能会结束一个非常忙碌的工作周期，或者说你们内心当中焦虑的那件事情会尘埃落定啊。而这张权杖骑士呢，我觉得它是一张很有干劲的牌，就是整个人的能量很充沛啊，工作上面能够打理的井井有条，而且行动力很强，想到什么就去做。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内心当中有着某种能量在驱动着你们，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胸有成竹，运筹帷幄，眼神当中有一种坚定，能够顶住压力，排除万难的感觉啊。而且呢，权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张打直球的牌，就是无论你们有什么想法和需求，全部都在第一时间表达出来。当你们能够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的时候，有些问题就可以快速的得到解决。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需要，就是你们必须要提出自己的要求，或者说敢于提出自己的要求。因为我觉得敢于提出要求的人，他一定对于一些事物他是有一个标准的，说明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对你们做的事情的要求也很高。就是当你们敢于提出某种要求和标准的时候，反而会让别人对你们刮目相看，反而会让别人知道你们这个人的人设是非常认真且负责的。所以权杖骑士不要一个人闷头干，而是要合理的提出一些要求和想法，这样能够让你们更快的得到认同和支持。星币骑士的话，我觉得它是一种很聪明的工作方式啊，它是找到了某种工作的发力点，举一反三，而且呢，可能会用，就是你们会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就是很短的时间内，反而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他是找到了某种诀窍的感觉啊。而且呢，你们现在的这个事业可能就像这个魔方一样，它是被打乱的，被打散的，你们正在尝试着把它复原，抽丝剥茧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是一张渐入佳境的牌，就是你们接下来在事业上面会慢慢的入门，找到那种成功的感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张 adjustments are required
这张牌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可能要做出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根据你们的目标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行为和方法，能够让你们越来越靠近那个目标啊。Adjustments 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对自身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认知，审视自己的行为和工作方法，来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不断的优化改进。而第二张牌 You are very close to achieving your goal， 你们比想象当中的要更加接近那个目标，也就是说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比你们想象当中要更顺利，你们可能高估了事情的难度，或者说低估了自身的决心和行动力。当你们开始往前走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前面的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崎岖，你们的恐惧并不是来自于实际当中遇到的困难，而是来自于自身的想象。随着你们自身的行动和改变，你们会发现你们自己的事业包括生活都在持续的变好，甚至目标本身是什么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目标已经虚化了，持续的变好才能够让人安心，一切的停滞和倒退啊都会让人焦虑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要让自己处在一种纯粹的创造的时刻当中啊，不断的创造新的能量和财富，不要停留在过去的辉煌当中固步自封。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阶段啊，当前你们事业的这个阶段，它是一个自我进化、自我迭代、自我更新最快的一段时间。你们会通过融合一些新的方法论，产生一个新的自我，迎接新的风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边界都会得到一个扩张啊。我觉得这组牌它强调的是一种主动的争取，主动的选择新的道路，主动的更新自己，让自己始终可以产生新的变化和样貌。这样的你们就永远有主动权和选择权，你人生就是掌控在你们的手中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力量牌的话呢，我觉得你们近期可能会突然的意识到啊，你们在事业上还能再捞一把，那说明可能之前你们在经历了某种挫折和打击之后，整个人他是会有一点颓废、萎靡不振的感觉。那这张力量牌就是会重新的拾起某种勇气，继续的去推进某件事情。因为你们会发现啊，你们所遇到的那些困境和阻碍啊，并不如想象当中的那样难以征服啊，某个目标也并不是那样的高不可攀。就之前离你们很遥远的东西，你们会发现在近期似乎会变得触手可及。因为这张力量牌就是你们低估了自身的这种能力啊，就导致其实你们想要的那个东西并没有那么难以实现，会重新恢复信心啊，或者说就是你们会对之前失败的一件事情重新把它捡起来，重新恢复某种力量，然后去再尝试一次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你们是能够突破命运的诅咒，不再让过去的错误重蹈覆辙，所以说这一次很有可能会成功。所以说这个力量牌给我一种触底反弹的感觉啊，就是突然的找回了内在的某种力量，瞬间的开窍和顿悟，重新振奋起来啊。太阳牌就意味的是你们接下来会在工作上面会成为一个主角啊，可能代表的是一个职位的变动，你们来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工作岗位上面，会承担一些关注啊，更大的责任、权利，价值被发现，才华被认可，开始发光，开始成为主角，站在聚光灯下闪耀，它是有这样的一种暗示啊。所以说近期在事业上面可能会有一个大放异彩的机会，或者说你们开始有意识的去展示自己，开始去表现自己。所以说这组牌在事业上面呢，前两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会很高调，会大方的展示自己啊，不在乎身边的流言蜚语，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而且呢，这张太阳牌可能还会成为一个表达者啊，会勇敢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和想法。
而且你们会发现，你们越是去勇敢的展示自己和表达自己，你们就越能够得到一些人的喜欢和赏识，反而会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倾斜给你们啊。就是说，这个世界，它的红利会向表达者倾斜的，有一点像是那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是一定要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你们才能够得到支持。权杖侍卫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很谦卑的心态吧，就是你们既高调又低调的感觉，你们的心态是谦卑的，就表达自己和展示自己不代表你们是傲慢的，就是说你们高调的展示自己，它只不过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手段。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们又会保持一种谦卑的心态去学习，尤其是当你们发现身边的有一些人比你们更优秀，你们会去向更出色的人去学习他们的方法论啊，取长补短，去汲取一些优秀的特质，模仿并且超越。而且呢，权杖侍卫我觉得它是一种心态归零吧，虚心的请教，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请教的过程当中，会对你们的人际关系有帮助啊。你们在请教的过程当中，帮助你们的人同样能够得到某种成就感，而且他们会对你们展示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职业精神和职业态度刮目相看。宝剑国王呢，我觉得你们近期在事业上面可能会有一个决定的啊。宝剑国王就是你们可能在思考着什么，近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决策啊，事业上会有一个变化，而且是主动的求变。宝剑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会短暂的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然后去思考未来发展的方向，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维啊，重新完成对自我的一个定位啊，就是说你们接下来的事业发展可能是会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你们在默默的酝酿着什么，内心当中有某种想法正在逐渐的成型。而且宝剑7这张牌，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事情在推着你们走，你们可能在截止日期之前，你们在赶工，但是你们在截止日期之前是能够有惊无险的顺利的完成一些项目的，可能是踩着点儿把一件事情一个项目收尾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张牌，你们越是在某种极端的环境里边，你们的思维反而越清醒，越高效，越敏锐啊。星币国王的话呢，我觉得你们近期做事情会很靠谱，很踏实，很可靠。你们会给人，就是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非常的靠谱的，会给你们身边人一种很踏实的这种安全感啊。所以说它代表的是你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努力会得到认可。而且呢，这个星币国王代表的是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它是某种层面上来说它是不可替代的。如果不是你们，而是别人来做的话，可能就会变成一团乱麻。所以说你们在一个很关键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的价值会被看到，会得到认可。而且呢，这组牌我们抽到了一张 ambition 还有 fulfillment， 就这组牌的话，可能你们正在完成一种事业上面的飞跃，你们被赋予或者说能够被赋予的权利，或者说能够调度的资源，在近期会有一个增长，而且这会给你们更大的信心去承接一个更大的项目和挑战。因为这个 fulfillment 啊，就是你们近期在事业上面可能会被赋予某种更大的使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去主导一些事情。而第三张牌 promotion 啊，它就代表的是一种加速，就是你们这段时间负责的一些事情和项目，它可能会有一个加速，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瓶颈期之后，迎来的一波小的爆发，甚至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啊，这种加速能够让你们断层式的领先你们的竞争者，一骑绝尘的感觉。就近期你们会把之前阻塞和卡顿的事情，或者说拖延和堆积的事情，一口气全部都解决掉。而且呢，这个 promotion 的话呢，它代表的是某个陷入到僵局的
事情啊，就是某种客观环境卡住的某件事情，就是有某种客观的阻力在近期会松动。虽然说有某个陷入僵局的事情它依然在阻塞，但是你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种阻力在减弱，说明事情的发展它在加速推进，而且这个推进的速度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快，并且这种变化对你们是有利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那么第三组牌，首先这个圣杯侍卫啊，我觉得，这个圣杯的话呢，你们近期的事业上，你们似乎会变得很有创造力啊，可能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或者说能够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巧妙的、灵活的解决一些很棘手的问题，能够跳开、摆脱某种思维的定式和束缚，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捷径、窍门或者说方法，并且圣杯代表的是你们近期学东西会很快啊，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且圣杯侍卫的话，我觉得近期你们可能会冒出一些新的想法，并且这个想法可能会和你们接下来的事业发展有关啊，就是有人可能在这组牌里边想要转行，而且这个新行业它会和圣杯相关，就是说这个新的行业可能会和某种艺术创作、内容创作，或者说会涉及到大量的资源、信息交换、语言表达的行业相关。这代表的是你们接下来的这个事业发展可能会另辟蹊径啊！你们不打算在一个极度内卷且走下坡路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去发展，因为你们已经看到了天花板啊，你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瓶颈期，所以说你们可能会决定想要跳到一个新的行业里边去发展。可能这个决定啊，它是一条少有人会选择的路啊，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啊，这个决定会让你们打开事业发展的新的上限和天花板啊。第二张战车牌呢，就代表的是你们近期呢，它是有一种高度的聚焦的感觉啊，就是把你们自身最宝贵的专注、时间和资源聚焦到某个点上面，就会产生一个质的突破啊！你们专注什么，你们就是在加持什么；你们专注什么，你们就是在显化什么。所以说，要非常谨慎的选择你们近期要攻克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就是你们专注在哪个课题上面，哪个课题就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大幅的突破。而且呢，在事业上面啊，可能会有某种隐藏的感情线。随着你们事业的波动而波动啊，可能事业上的一些变化会让你们的感情运势产生某种变化。所以说近期的桃花可能是来自于事业上的桃花，你们会对工作上面和你们有交集的某个人产生好感，或者说因为某个人，这个人他会给到你们某种精神层面的驱动力啊。我觉得这组牌可能说感情和事业是有一点相辅相成的感觉啊，就是事业上面对某个人的好感可能会转化成为你们驱动自我的一种精神动力啊。星币一的话呢，有大结果会出现啊，在事业上面，或者说有某个目标正在变得触手可及啊，会得到某种非常漂亮的数据，有一个正向的增长，或者说得到一笔不菲的财富和物质的奖励，或者说在某个项目上拿到大量的资源，能够加速去推进某件事情啊。这张牌代表的这种物质层面的显化，能够解决你们自身的某种担忧和焦虑，解决某种后顾之忧的感觉啊。可能近期会有一大笔钱到账，或者说有一大笔资源注入到你们所做的事情里边。那么这张 Devil 啊，恶魔牌啊，我觉得近期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某种欲望啊，会重新审视自己。审视自己的欲望，审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一旦你们看清楚了你们内心当中真正的渴望，就会针对性的做出行动和改变。其实有的时候拖延并不是因为懒惰啊，它可能仅仅是因为迷茫，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说一旦确立了某个目标，就能够摆脱生命的牢笼，然后整个人重新振奋起来。
这个过程非常的快啊，可能就是在一瞬之间啊，在一眨眼的时候啊，你们整个人就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的感觉。恶魔牌的话，如果说你们想要在事业上面重新获得增长，或者说突破某个卡点和阻碍，其实本质上也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首先你们要看清自己，认清自己，看到自己的优势，同样也认清自身的短板，才能够扬长避短啊。而且呢，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不要太过关注于自身的短板。向外张望的人都是在做梦的，只有向内自省的人才是清醒的。所以说吾日三省吾身，你们在自我反省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找到人生的某种出口。恶魔牌的话呢，其实也是在告诉你们啊，一定要遵从自己内心当中的感受，不要因为外部环境的某种压力就让自己轻易的妥协。妥协是一条不归路啊，不断的妥协只会让自己变得软弱，失去力量。Hermit 隐士牌啊，有一种保护自己的感觉啊，保护你们的时间，保护你们的精力，保护你们的能量，不让他们随意的被侵占和消耗，然后把这种珍贵的资源，你们的时间，你们的注意力，你们的专注，投入到那些对你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要有意识的、有策略的去分配你们的注意力啊，它也是一种资源。始终以你们现在所拥有的精力和专注力来寻找你们可以做的事情，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因为小小的胜利是为了将来大的胜利铺平道路。1%永远比0%更好，而100%是由100个1%组成的，就是把一个大的目标拆分成无数个小的目标，然后一点点的去完成它。Celebration 呢，代表的是你们近期会进入到一种正向的循环当中啊，会有一些小的结果不断的显化。而且每当你们完成一个小目标的时候啊，你们都应该去 celebration 啊，就要去庆祝，及时的肯定，不断的进行一种心理的暗示。它会让你们对自己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充沛，它能够让你们承载的东西，能够承接的挑战变得越来越大，你们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个迅猛的增长。第二张牌是 flow 啊，flow 它其实我觉得首先呢，你们要尊重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啊，它不可能说一夜之间就达到某个目标，就是你们首先要认清楚一个事物发展需要经历的阶段是什么，然后你们才能够有耐心的一点点的去提升自身的能力啊。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在于太迫切的想要一个答案一个结果，我们需要平和淡定的去对待那些急切的能量，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啊，那些曾经热烈盼望的一切才会一点点的来到我们的身边啊。所以说欲速则不达，要踏实的做好你们应该做的事情，结果自然显化。甚至有的问题也是如此啊，当我们不再纠结怎样去解决它的时候，可能它自然而然就被解决掉了。第三张牌是 passion 啊，永远要追随你们的热情啊。你们的热情在哪里，你们的行动就在哪里，你们的未来就在哪里，你们的专注和投入就在哪里啊。就是不要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你们如果说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啊，你们其实是很煎熬的，它在消耗你们的意志力啊，它在不断的消耗你们自身的能量。只有当你们做出的这种决策它是自发的，你们才能够从你们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当中得到一种对自我的认可，你们才能够通过做的这件事情得到滋养，感受到快乐啊。所以说你们的热情在哪里，你们所做的那件事情才能够成为你们终身的事业。去学习建立这种深度关系，无论是和某个人还是和你们所做的某件事情的这种深度关系啊，这种深度的关系能够带给你们无与伦比的竞争力，才能够让你们不断的投入啊，不断的自我超越，才能够让你们从平庸变得卓越，从卓越变得伟大。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